我坐在青楼顶层，懒懒散散地听着对面茶楼的人谈论。今天太子又去东风观了，他怎么又迷上了道教？谁知道呢？明明以前信佛的，现在又开始信教。听说望月楼的李许许上山时不小心撞太子怀里了，被太子一把推开。啧，坐怀不乱，为太子也。话说道教的人能不能娶妻生子？那两人相互去了一眼，又默契地摇摇头。难啊！我嗤笑一声，确实难。好好的一个国家，偏偏让一个不近女色的人做了太子。也就是老皇帝不能生，就生了其余一个儿子，不然这个太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。听完墙角，我把窗户关上。这几天总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，还是把窗户关紧一点。刚关上窗，就有人来敲门，紧接着我的门就被推开。李许许，不是让你想想勾引人的法子吗？你怎么自己去勾引太子了？来人像小炮弹一样，上来就炸。我懒散的斜倚在软榻上。苏大小姐，我不去试试，如何知道怎么教会你？苏以愿顿了一下，挠了挠头，是哈。那你想到用什么法子了吗？我摇了摇手中的扇子。苏大小姐，本姑娘劝你换一个目标吧。苏以愿自己搬了个凳子，坐到我边上。那太子一心向佛，就你。我上下扫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，还是算了。我怎么了？苏以愿扭了扭手中的帕子。我轻笑一声，抬了抬薄纱附着的胳膊。妹妹，你知道女人该是什么样的吗？说完，我的手划过我自己的腰，慢慢坐起身来，坐到了苏以愿旁边。我把樱桃叼在自己嘴里，靠近她。妹妹，姐姐香吗？苏以愿已经说不出话了。我给她嘴里塞了一颗樱桃，顺便拿她的帕子擦擦她嘴角的口水。怎么样？馋姐姐了？我勾了勾她的下巴。姐姐的樱桃甜吗？甜。李许许，你勾引男人就罢了，你怎么还来勾引我一个女人？看着旁边气鼓鼓的苏以愿，我笑了笑，继续吃自己的樱桃。李许许，你勾引太子没成功。苏以愿小脸挤在一起，好像很是不解。我也是很不解呀，和刚刚那俩八卦的男人一样不解。我李许许出手，竟然还有拿不下的男人。李许许，要不然你再去试试。太子都不知道拒绝了多少摔他怀里的人了，你这招太老土了。苏以愿好像不是很甘心，还上下看了看我。你再用点其他招数呗，你要不去献个？打住！我又给苏以愿塞了个樱桃。姐姐，我卖艺不卖身，想让我献身啊？太子还不配。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有很大的怨气呢？苏以愿小声嘀咕。我动了动耳朵，瞪了他一眼。我怨什么？不就是个没眼光的男人？你怎么听见？成了精的狐狸耳力也是很好的好吗？苏以愿是气鼓鼓的走的，因为我把银子退给他，不想接他的单了。你这个忘恩负义、薄情寡恩的女人！苏以愿临走前冲着我吼道。妹妹，我摇摇扇子，勾了勾唇角，不知姐姐是负了你的什么恩呢？我的唇靠近她的脸蛋，冲她吹了口气。妹妹，不如详细的和姐姐说一说。苏以愿的脸蛋突然就红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跺了跺脚就跑出去了。你又要我教你勾引江小将军？我被惊的狐狸耳朵都快藏不住了。这才短短5日而已，这姑娘心变得也忒快了。苏以愿害羞的扭扭帕子。是啊，江小将军前几日刚刚得胜归来，我看见他的时候，这里他拿手捂了捂心脏，真的有些不受控制了呢。我扶了扶额，有点被恶心到了。话音刚落，他就让2个小厮送进来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金锭。我吸溜一下口水，看样子你对江小将军是真爱呀，那我就试试吧。这江小将军以前没见过，拿捏不准他喜欢什么样的，我还得亲自上去试。江小将军刚刚得胜归来，我打听好了消息，他每日都要去城外跑马。我扮作一个清丽的农家女，远远的就在小将军整日经过的地方等着。眼看着马蹄声越来越近，我一个崴脚摔倒在地上。马蹄声果然在我耳边停了，我带着泪痕抬起头，是民女挡着公子的路了吗？这江小将军长得确实不错，和太子有得一拼了，怪不得苏以愿能看上。没有，江巡冷硬地回了一句，然后绕开我，马蹄哒哒地远去。我挑眉，这苏以愿怎么看上的都是硬骨头？还没爬起来，就又听见一阵哒哒的马蹄声。我的狐狸眼可以判断出来，这是太子。太子也是在我身边拐了个弯，连看都没看过我一眼。我嗤了一声，站起身，慢悠悠往回走。没眼力见的东西，看不上老娘，出师不利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再出招。这一次扮作了柔弱的官家小姐，在江巡面前被马惊到。如我所想，就在我差点被马踩到的瞬间，江巡飞过来了。但同时飞过来的还有太子爷祁煜，并且太子爷把我抢下来之后就放到了一边。李小姐，今天又是来钓谁？我背对着祁煜翻了个白眼，然后转过头笑着对祁煜道：太子殿下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奴家姓周，刚搬到京城里来，老娘好歹在京城也是一个风云人物，出来不变个装怎么混？哦，是吗？周小姐很像姑的一个旧友，看样子确实是认错了。我对着祁煜行了一礼，多谢太子爷出手相救。祁煜还没说什么，江巡也走过来了。表哥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
顾正准备出城，没错，江家是太子的外祖家，是要查那个孩子丢失的案子吗？齐豫点了点头，父皇派我去看看情况。也是奇怪了，没有一点孩子的挣扎痕迹，都是孩子自己去山里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江巡摸着自己的下巴，满脸疑惑。两人显然都已经忘记了他们身边的大美女。我轻咳一声，找了个自己最好看的角度，对着江巡行了一礼，也多谢江小将军出手搭救。江巡还没说什么，齐豫先开口了：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“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好意思让我一个小女子这么尴尬？”我求救的目光看向江巡：“江将军，小女子刚刚差点就葬身马蹄之下，现在着实心慌得很。为了感谢您和太子，不如小女子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江巡就摆了摆手：“你一个姑娘家，以后还是不要随便出门了，这要怎么回？”齐豫已经翻身上马了。不是，他勾唇笑了笑：“这位周小姐，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”说完，他就骑着马远去了。见江巡没跟上，他还回头催促了一声：“跟上！”“不是，他有病吧？晚上睡不着。”我猛地坐起来，越想越觉得生气。这一对表哥表弟怎么跟神经病一样？还有齐豫临走时看我的眼神，总感觉像是什么都知道一样。他不会真的认出我来了吧？我重新躺下，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。特喵的，不行，去找罪魁祸首。大半夜的，我摇醒了苏以愿。啊，鬼呀！我直接对着苏以愿的肩膀捶了一拳。鬼个屁！是我一甩袖子，房间里的灯已经亮起来了。啊，妖怪呀！苏以愿两只拳头捂住嘴巴，做出惊恐的样子。没等我解释，就放下了。大半夜偷偷跑到我家，你是不是就想看我刚刚的表情？几天不见，你怎么还学会变戏法了？快教教我！我拿去吊江巡。我抬头望天，你再换个目标吧。江巡不行。为啥呀？江巡长得多好看哎！砰！床板被敲得震天响，比这更响的是苏以愿的嗓门。不是，他有病吧？大清都亡了，还姑娘家少出门。我看他一个男的也得少出门，毕竟现在民风剽悍，说不定哪天就被谁家姑娘抢回家做童养夫了。我疑惑地看向苏以愿，你在说什么？苏以愿轻咳两声，没什么，反正就是江巡，狗都不嫁，必须换人。你等我再物色一个好的。那些金子，苏以愿大手一挥，给你了，都给你了。就当是你的精神损失费。好嘞，我再次大手一挥，房间里的蜡烛已经熄灭了。我一个飞身出去，直接不在苏以愿眼前掩饰了。只是我耳朵太尖了，听到了身后的喃喃自语：“这戏法挺厉害呀，竟然还能飞！不知道是不是有威亚吊着，我一个不察，差点掉下去。这个苏以愿恐怕是精神有点问题。”没想到啊，苏以愿不是精神有点问题，是精神有大问题啊！谁家姑娘家1个月内喜欢上3个男子啊？新科探花。丞相的儿子苏以愿跪坐在我面前，小狗一样点点头。是的，你知道的，探花都是长得好看的。所以你找男人的要求就是长得好看？是啊。苏以愿挠挠头，我家有钱，男的除了用来养眼之外，还有什么用处吗？我坏笑一下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，妹妹拿回去好好看看。咦，我不要，他像是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，恶心死了。女人为什么不能独美？我眼看着我的书被他扔进鱼缸里。所以你看上一个男人，但是不自己去试，其实是嫌弃。是，你看太子和江巡不是都踩雷了？这要是我自己去，不得被恶心1-2年，不敢碰男人，这很难评。这很难评啊！我干脆一只手变成狐狸爪爪，捏住他的脸蛋。老娘还没被人这么利用过呢，本来只是想吓吓他，谁知这姑娘好像有点虎，直接抓住我的爪子。我靠，好逼真啊！你这道具做的真不错呀。你师傅是谁呀？哪家变戏法的这么厉害？怎么，你的望月阁以后要改行变戏法了？等等，你这不会是真狐狸毛吧？那你得杀多少只狐狸呀？说完，他后退一步，野生动物不能随意捕杀，更何况你还扒人家的皮，你也太恶毒了。我重新把手变回去。这姑娘不仅虎，而且脑子还有点蠢。假的，我这么抠的人，变戏法的道具怎么可能用真狐狸毛？也是哈。苏以愿缩回手，突然兴奋地看向楼下，快看，探花郎游街了。这个探花郎名为陈朗，和他的名字一样，风神俊朗。探花郎经过，周围的姑娘们纷纷往下面扔帕子、鲜花什么的。苏以愿一个激动，也把自己的帕子扔下去了。我直接控制那个帕子飞进了陈朗的怀里。陈朗果然往这边看了，谁知苏以愿个不靠谱的，竟然藏起来了。我咬牙对着探花郎笑了笑，然后亲眼看着探花郎晃了晃神，一个不察，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苏大小姐，这探花郎定力不行。砰！话还没说完，房间门就被暴力打开。京兆府查案，李许许，你到底犯什么事了？被关在牢房里。苏以愿哭天嚎地，我造了什么孽呀？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不说，竟然还喜提牢房恩日游。我堵住自己的耳朵，无可奈何。
皇城首富家的女儿就是不一样，耗的都是人家听不懂的词儿。被抓，简而言之就是怀疑我是偷了孩子的人。因为我养狐狸，现在是冬天，山上的狐狸很难找到食物。我作为一只狐狸精，狐狸里修炼成妖的物种，自然不能放任有些刚出生的小狐狸饿死，所以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搞点肉去山上喂狐狸。我都是避讳着人，没想到还是有人看见了。牢房屁股还没坐热，就被人提审了。上个月3号，你去云门山上干嘛了？京兆尹的人黑着脸坐在桌子前面，而太子坐在桌子侧面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去喂狐狸？你养的狐狸？不是，就是野生的。我交代了自己喂狐狸的全过程，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。但他们似乎认定了是我干的，一直在逼问我：你为什么只养狐狸，不养其他的动物？你是不是对狐狸有特殊的操控能力？你是不是妖？是不是你杀了那些小孩子？最后一句话，审问的人拍着桌板站起来。祁煜依然没有说话。我抿着唇，不是我除了去喂小狐狸之外，从来不外出。那你怎么解释10个孩子尸体周围都是狐狸毛，还有狐狸的脚印？听见这话，我有些震惊。狐狸的毛和狐狸的脚印，我可以确定，我喂过的狐狸里面一定没有会伤害人的。但一瞬间，我的手想要挣脱枷锁，立马飞出去看看情况。谁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祁煜站在了我的旁边。不知道为何，他的手按在我手上的瞬间，我一点法力也使不出了。这个世界修炼成人形的妖很少，我成人形300-400年，却没见过妖，自然也没动过手。没想到第一次想动手就被按住了。我诧异地看向祁煜，祁煜向后面摆了摆手，审讯的人就出去了。我低头看了看他的手，上面戴着一个指环，道家法器，压制住我体内的灵气。我嘲讽的一笑，撇过脸去，不知太子爷有何指教。李许，祁煜盯着我，俯身过来。1年前出现在京城，创建了望月阁，专门收养女子，卖艺不卖身。当然有想出阁的，你也不拦着，无视我的震惊。他自顾自说道：望月阁出现的时机挺巧的，恰好就在苏州的龙月阁倒闭之后，2家烟花地却有着同样的经营模式。而偏偏那么巧，龙月阁和望月阁管事的人都是一个女子。龙月阁开了20年，管事女子容貌却一直未变，偏偏在龙月阁倒闭之后不见踪影。李许，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位龙月阁管事就是你吧？我身子往后仰，太子殿下未免太可笑了。且不说怎会有人容颜不老，若那就不是人呢？祁煜起身，曾有人在苏州园林里见过1/9尾白狐，下一秒却不见踪影，有人猜测那是妖。李许，那只白狐应该就是你吧？我想继续否认，他却轻轻往后一退，手只是在我头上划了一下，接下来就感受到了一阵拉扯感。他的手划过时，我的狐狸耳朵不知道啥时候冒出来，被他轻轻捏住了。完了，狐狸尾巴没露出来，耳朵露出来了。我紧盯着祁煜，你想做什么？被识破之后，他并没有立马做什么，只是直接拽着我去了山里。你也听说了，最近丢了许多孩子，现在人心惶惶。我点点头，知道，但是关我何事？其实这件事我已经开始调查了，但是他们直接把我抓到狱里这件事搞得我很生气。我现在一句话都不想和祁煜说，事情我会处理，但是不想给祁煜领功的机会。但没想到他却突然放低了姿态，抱歉，查到你去过山里之后，京兆府尹就直接去找你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接着道，我也确有私心，一开始不能确定你是狐狸精，直到能感受到你。他结巴了一下，我轻笑了一声，突然唤出尾巴来。我抱着自己的尾巴轻轻抚摸了2下，怎么感受到我的妖气了？太子殿下不是信佛吗？怎么突然就又向道士沾边了呢？空气瞬间寂静了几分。我听见祁煜咽口水的声音，罢了，堂堂太子也不过是一个伪君子罢了。我放下自己的尾巴，任由他缩回去。一个真正信佛的人，怎么可能会随意变换自己的信仰？无非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信仰罢了。信佛也许只是他的伪装。走吧，我带着他另一座山里去。城外的云中山是我活动的地方，山上大大小小的小动物我都认识，从来没听说过有别的妖。但是孩子们消失的地方确实是有妖气，所以我就去了另一座山。奇怪的是，那座山一只活跃的动物都没有，就连平常上蹿下跳的猴子都没有一只。这说明这只妖有很强的领地意识，或者说这只妖可能对这些动物做了什么。你是说可能出现了别的妖？祁煜紧皱眉头，但是听山海道长说，京城已经近100年没有见过妖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我也是妖。他沉默了几息，我继续往前走，只听他忽然道，你不算。我挑挑眉，你在侮辱我？你虽是妖，但身上没有任何妖的习性。这么了解我？等等，我拦住祁煜，有妖气，而且很浓。他忽然攥住我的手腕，能知道是什么妖吗？应该也是狐狸。我凝重道，妖气这么浓，可能在修炼。道行应该没我深。他的手紧紧抓住我。太子也知道怕呀。
我拉着他轻轻往前走，那你可得小心了，我们狐狸最擅长魅惑人心了。说完，我嘲讽地说了一句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了，太子爷可是正人君子，普通狐狸可魅惑不了你的，就连我都失败了呢。听着我的调侃，祁煜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，直到越来越靠近狐狸洞口，我听见祁煜说话了。其实别说话，我连忙打断他。好在里面的妖并没有什么动静，但是我看向洞口处的衣物碎片，颜色花花绿绿，看尺寸应该也是小孩子的衣服，都已经这样了，更不必说人了。妖气外溢，明显是借助外力短时间内提升修为，他内丹存不住才这样的。我摇了摇头，有些不可置信。传说童男童女可以提升修为，没想到真的会有妖用这种歪门邪道。祁煜在后面半天没有动静，我往后看了看，他却死死地盯着那些破烂的衣物。忽然，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，我和他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往里面冲去。他却忽然顿住了。你打得过吗？他忽然问我。怎么？你不是修道吗？这点小妖你都处理不了，能感受到这个妖比我差很多，所以我说的也轻松。但似乎这时候不适合开玩笑，如果你不行，我去喊山海道长。山海那个老家伙，还是算了吧，和你一样伪君子。说完，我飞进洞中。凡人动作就是慢，等祁煜进来，我都把那只妖给处理了。洞穴里关着3个孩子，他手里还抓着一个。从外面的衣服来看，确实是有2个孩子已经遇害了。祁煜死死盯着地上那只已经露出原形的红色狐狸。虽然已经露出原形，这只狐狸竟然还可以说话。刚有妖时我就知道你李许许，所以我拼命提升修为，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。祁煜看向我，我连忙澄清，和我没关系啊，我是好人啊，不对，好妖，人我都不会伤害，更别说和我一样艰难修炼才成妖的你了。你自己心脏自然看什么都脏，我生来就有妖识，脑海里有很多修炼的传承，自然也知道一些快速提升修为的法子，但我从来没用过，这只是他的私心罢了。哼，你也是妖，我就不信你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我还真没做过。我看了一眼祁煜，如果那件事不算的话，我提起他的脖梗，行了，我做没做坏事你说了也不算，就废了你的修为，送你去下面赎罪吧。解决了这只伤天害理的小狐狸精，我才看向那几个小孩子。那几个孩子蜷缩在一团，看起来面黄肌瘦，不知道几天没吃饭了。失踪了6个，现在还剩4个，那2个怕是……祁煜并没有说什么，抱起那个最小的，回吧。我撇撇嘴。所以说，你一个会幻术的狐狸精都勾引不了太子。苏以愿傻呆呆的，我回去就赖在我的床上，非要我说出我们半夜去干嘛了。讲了一夜的故事，没想到苏以愿的重点在我勾引不了祁煜上。其实后面我觉得勾引太子风险太大，所以及时收手了来着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吗？苏以愿直接翻了个白眼，你觉得我信吗？不信就算了。不再理会苏以愿，我准备睡觉了。哎，你快跟我讲讲，你用了什么幻术？他真就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很坚定地点点头。他真就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无论是多么让人纸醉金迷的布景，他都岿然不动。无论我穿得多漂亮多诱惑，他都不带正眼瞧我的。眼见着幻术不管用，我的好胜心彻底被激起来了。我离许许成精这么多年，开青楼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定力这么强的男人，所以我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，入梦。我直接进了他的梦境。太子果然非同寻常，别人的梦要么很奇怪，在飞的、发财的，在那傻傻的。我本来以为太子这样的人估计会是做着登基的梦，但没想到他的梦里竟然一直在下雨。别人的梦一进去是五彩斑斓，他的一进去打雷刮风，黑压压的一片。而且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他，梦里的他是个孩子，蜷缩在屋檐底下，可怜巴巴的。半大点孩子，我也做不了啥，干脆坐在他身边跟他聊天。小子，叫姐姐，嘿嘿，被堂堂太子喊姐姐，想想就爽。谁知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臭小子，长大了不理人，变成个包子竟然还不理人。小子，我给你表演个戏法，你叫我一声姐姐好不好？哎，小孩子还是小孩子。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总算是瞥了我一眼。我施展了一点小法术，我们面前的雨水就被隔绝开，而其他地方还在哗啦啦地下着。我冲着他挑挑眉，怎么样，姐姐厉害吗？他又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小手一挥，整个雨都停了。你，我当时整个人，哦不，整个狐狸都不好了，狐狸尾巴都差点被吓出来。我设想了10000种可能，比如堂堂太子是个妖。然而大惊小怪，这是我的梦，我当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哎，这真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。我活了几百年，第一次见有人能意识到自己在梦里，而且他好像和我杠上了。我变出一枝花，他也变出一枝花；我变出一只烤鸭，他也能搞一只一模一样的烤鸭。本来看他可怜巴巴在屋檐下躲雨，我还想做知心大姐姐逗他开心，结果最后好像开心是开心了，但我活像个小丑。
给你看个好看的。他说完，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雨后的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，就还怪好看的。下一秒，他收了彩虹，看完了，该从我的梦里出去了，然后我就被弹出去了。就是说，长这么大，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。本来以为这人修炼什么邪门的法术，谁知第二天，这厮好像一点都不记得之前的事，见到我，依旧犹如见了空气，感觉在他的梦里被戏耍了一回。我一气之下，离他远远的。等等，苏以愿突然抱着我的胳膊狂晃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也是妖？这个问题我还真考虑过，但是不可能，妖都有妖丹，都会有妖气外溢，祁煜身上一点都没有，而且他从小到大都在宫里，那是人人都看着的，怎么可能是妖？也是哈。行了，故事讲完了，睡觉。我把被子一蒙。不行不行，你不是会幻术吗？快表演一个给我看看。我想看看这反人类的幻术是什么样的。我被他晃得没有办法，干脆给他变了几个小人，让他自己玩去。时间没设太长，足够他玩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又是被苏以愿给摇醒的。大姐，昨晚上给你讲故事讲到半夜，你好歹让我多睡一会儿吧。不行不行，我听说皇上要给陈朗说亲了，可不能被别人截胡啊。不，我翻个身，干脆利落的拒绝。事成，我给你500两黄金。这话一落，我立马把被子掀上去。你说真的？那当然。苏以愿骄傲地抬起头，老娘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金子。那再加500两，1000两。行。苏家就是财大气粗啊，不愧是京城首富。1000两黄金，我开了几间望月楼都没挣到这么多钱。别怪我见钱眼开，他给的真的太多了。老皇帝一般会在科举之后，各位学子职位定了之后给他们赐婚，所以事态紧急，我俩打算今天就开干。打听到陈朗要去诗社，我们干脆扮成学子混了进去。男的在一起嘛，总会说些有的没的，哪怕是读书人。听说望月楼的李小姐，那叫一个闭月羞花，可惜了，难得一见。望月楼其他女子也不错呀，个顶个的，哈哈，活了这么多年，这种话早就不会让我有什么尴尬的。只是我瞥了瞥旁边的苏以愿，这小姑娘竟然一点不带害羞的。也是，都能在1个月之内看上3个男的，能是什么普通人？这里唯一不自在的，大概就是我面前的陈朗了。咱也不知道为何堂堂宰相之子能纯成这样，估计一次青楼都没进过吧。许，我觉得他行。苏以愿凑到我耳边低声道，我觉得也行，所以我决定自己来搞定他。你吗？还是专心处理和太子的事情吧。没错，祁煜也来了，他坐在上首，一言不发。我们来之前，我用了幻术给我们2人做了易容，不可能有人能认出我们，所以我倒不担心他认出来。就是这空气冷飕飕的，待着不舒服，没多一会儿我就回了。只是没想到，才1夜过去而已，就出大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大帮人跪在宫门口，高喊着太子德不配位。我让人去问了缘由，原来是那些孩子被救回来之后，太子让人把孩子送去了他们家里。太子对外说的是人贩子把孩子藏在山上，有2个孩子被野兽吃了。按理来说，这个说辞并没有什么问题，毕竟不可能让百姓知道山上有妖这件事，不然可能会引起恐慌。但那2个没盼来孩子的家庭非要一个解释，为什么没把自己的孩子带来，为什么没抓住人贩子。他们集结了一大群人跪在宫门口，要讨一个说法。几家农户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胆子，背后肯定是有别人的帮助。不知道是祁煜的几位皇叔皇伯父，还是朝堂上与祁煜政见不合的人，但不管他们怎么闹，都不关我一介小小良民的事。只是没想到祁煜雷厉风行地解决掉了。先是那几个孩子找回来的家庭上门感谢，然后民间突然多了许多太子的传说。而那2家人，太子直接把我们在狐狸洞外看到的衣物残骸给他们送去了。太子并没有拿银子直接弥补他们，够狠够无情。事情好似轻易地解决了，但京城的局势却是有点严峻起来。上次诬陷太子的事情，听说是又向陈廷中干的，就是陈朗的爹干的。之后的事情不太清楚，反正我开我的店，他们谋算他们的江山。就连苏以愿那个花心大萝卜都待在家里老老实实不出来。我爹说了，我们皇商就是伺候皇帝就行了，管他谁登基呢。不过我爹还说了，太子老谋深算，这把估计丞相他们要玩完了。可惜我家那个纯的不行的陈朗，要是能抢回家就好了。嘿嘿，他搓着双手，那个样子着实是有点猥琐。这姑娘虽然虎，但好在家里有个还算靠谱的老爹，我倒是不担心他真的把陈朗给抢回家。京城时局越来越严峻的时候，来了2个爆炸消息。老皇帝驾崩，新帝登基的消息和苏以愿把陈朗抢回家的消息是一起传到望月楼的。老皇帝驾崩没什么稀奇的，早就听说老皇帝随时不醒，早上死和晚上死的差别而已。但是啊，没想到啊，苏以愿竟然能做出把陈朗直接抢回家的事情，吓得我赶紧把望月楼关了，想去苏府看看情况，走到半道上又改了道。
捉就捉吧，反正苏家可是皇家的财神爷。现在祁煜登基，陈家会不会被贬都未可知。苏以院难道是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，所以才明目张胆敢把人抢回家？话说，现在祁煜登基，作为皇帝，不知道会不会容忍我一只妖的存在。前些时日，听说太子越来越频繁地跑东风观，他难不成是想卸磨杀驴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坐不住了。化形的那天起，我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传承就是不能伤害手无寸铁的人类，不然会遭天谴。我收拾东西，在太子登基的前一天晚上准备跑了。临跑之前，火光围满了整个望月楼，而祁煜直接闯入我的房间，看着我桌上的行李，他飞身向前，直接掏出了剑，横亘在我面前，做我的道侣，被我活捉。你选一个吧。不知道祁煜哪来的法器，在他面前，我竟是一点法术都用不出来。他把我弄到宫里，在他的寝宫里，莫名其妙的，我觉得这个寝宫好像有点熟悉。明日登基大典，后日是你的封后大典，你好好休息。说完，他躺在我身边，睡吧。我一脸懵逼，不是，你知道我的身份的吧？说完，为了增加信服力，我还露出2只尖锐的爪子，我可是妖，是你们人类都怕的妖。他却一把抓住我的爪子，那只爪子连同我的胳膊一起，都变回了人类的手。乖，别闹了，我现在很累，先睡觉。说完，他闭上眼睛，呼吸立马就平稳了。眼见着叫不醒他了，只有我气鼓鼓的在一旁生气。而且他不仅睡着了，而且还睡得很香的样子，竟然说起了梦话。许，你忘了我吗？我忘了他。我可以确定，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。纠结一番，我干脆入了他的梦。第二天是他的登基大典，他醒来后，我也跟着醒了，和他一起吃早饭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想起来了，我点点头。想起来了就好，等会儿会有工人和你讲封后大典的事情。我再次点点头。他凑近我，拍拍我的手，等我回来，看着他穿上龙袍，我一个闪身跑了。我的速度快得很，一上午的时间，我就已经到了江南。笑话，祁煜不讲武德，把我当替身，还想我好好待在皇宫里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这边以前没来过，我正幻化成男子逛窑子，考察在这边开一家望月楼可能性。作为一只能活很久的妖，就得做好随时换地方，不交任何一个朋友的准备，这也是我下意识的行为。不知为何，明明没有和人经历过生离死别，我却是非常避之不及。就是可惜了，我还挺喜欢苏以院的。我正看着表演，旁边忽然坐下了一个人。我本来只是往那边一瞥，结果吓了我一跳。祁煜，你怎么找来的？我到的这个地方离京城有千里之远，他一个凡夫俗子，就算是立马知道我在哪里，也得个10天才能赶到。然而我到这里才将10天而已。他抓住我的手，露出那上面的一只铃铛，答非所问，你为何一直带着这只铃铛？啊！我看了一眼那个红绳绑着的铃铛，也在回忆我为什么带着这个铃铛。似乎很久了，每次想要摘下来的时候，都会心底痛，所以我下意识觉得这是对我很重要的东西。哪怕沧海桑田几百年，我也一直带着它，甚至我会分出一点法术来保它不被磨损。所以这么多年，它还像是新的一样。我抚摸着那个铃铛，带着敌意看向祁煜，干你何事？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然后从他怀中掏出一只一模一样的铃铛。当2只铃铛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看到祁煜梦里的那个女孩就是200年前的我。200年前，我刚刚幻化成人，就在山里遇到一个人，那人浑身是血，我那时对人类很戒备，不敢救，又不敢直接走，守了很久，直到听到那人求救的声音，我才赶上去，把他弄回窝里，我照顾他直到他伤愈。他跟一个闷葫芦一样，哪怕和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，也没怎么说过话。伤好后，他没说什么就走了。我当时还很伤心，很生气来着，觉得自己救了个没心没肺、不懂感恩的人类。直到3年后，他以皇后之礼来迎接我入宫，我贪玩啊，就做了他的皇后。你别说，作为开国皇帝，他对我是真的好。我看过话本子，皇帝都是3宫6院，他一生就我一个妻子。作为妖，我容颜不老，他却逐渐老去。朝堂上许多人说我是妖后，他嘴上不说什么，那些人却都被他贬了。我说我可以幻化的老一些，他说不必。他说我的许这么爱美，怎么能让自己变老呢？他病天之前还告诉我，主持葬礼的时候要把自己幻化的老一点，不然会被人怀疑。他说他以后不能护着我了，让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藏好。他说他不能陪我走过一生，他很抱歉。他说如果有来生，他会来找我。我给了他那个铃铛，刻在他的灵魂里。他走了，我坚信他会回来。我等啊等，等了100年都没再感应到过那只铃铛。这100年太痛苦了，我一个人活在这世间，无尽的孤独包裹着我，更甚的是对那个人无尽的思念。我不明白，我一只狐狸怎会对一个人产生思念这种感觉，直到听到一个话本子。话本子里说，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产生了爱意。
当这份爱产生的时候，你就陷入了痛苦。我确实是很痛苦，所以我决定删除自己有关于他的全部记忆。删掉之后，我的日子就开心起来了。但我脑海里似乎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一句的嘱托。我没有了记忆，却仍孤独地活在这世间。许许，对不起，我花了几百年才找到你。我撇过头去，你去做你的皇帝吧。我是妖，人妖殊途100年的孤独，200年的浑浑噩噩，我不想再经历一遍了。他没说什么，却在这青楼之中给我下了一场花瓣雨。这样的花瓣雨曾经在皇宫中我也见过，但那时候是真的花，而这里却是假的。你竟然是妖！话刚落，他已经拉着我换了个地方。山顶上，我竟然看见了南天门。怪不得我在他身上一丝丝的妖气都没感受到。所以你这些年是去做神仙去了？是，人间1年，天上1天。我做了仙官，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下凡历劫的资格，就来找你了。一开始没有记忆，只凭着本能信佛，避免老皇帝给我赐婚。直到你入了我的梦，我才断断续续梦到以前的事情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等来了你。只是没想到，你虽勾引我，但却完完全全将我忘了个干净。我摸摸鼻子，谁让你一去不回？我一只狐狸精，在这世间独活，要是一直记得你，那得多难受。是，我的错。所以许许能回去做我的皇后了吗？她笑着执起我的手，问。可不行，我连忙甩开她的手。你现在是凡人还是神仙？你不会过个几十年又死了吧？那100年的痛苦突然又出现在我脑海里，哪怕是回忆，心也依然很痛。如果你要死，那还不如现在就死。我瘪嘴，我虽是妖，可也没做过坏事，没必要拿这种事来惩罚我。话落，他一把抱住我，对不起，不会了。人间事了，我带你去天上，我们去做神仙眷侣。我这人啊，虽然活了几百年，但是总能无条件相信祁煜，不然也不会几百年遵守他临死前说的话。这么多年没露过狐狸尾巴，所以我跟着祁煜回去了，被苏以愿好一顿嘲笑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你俩简直天造地设，也就是21世纪的小说作者敢这么写了，写出来还会被骂女主恋爱脑的程度。关于苏以愿的话，我总是听不懂这件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哄好你家陈朗了？问完这话，他瞬间萎了，不就是床上花样多了一点，他就生气了，真难伺候。我叹了口气，苏以愿真不是个普通女子，谁家女子能养外室，还把外室欺负哭了。许回宫了。祁煜找上门来，一脸不善地看着苏以愿。我小跑过去，他给我擦擦汗，还低声道：少跟苏以愿在一起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谁知苏以愿在后面听见了，直接大嗓门道：皇上，我可听见了，您是怕我带着皇后养外室吧？祁煜踉跄了一下，我回头看见倚在门框上的陈朗，那一瞬间，我脑海里浮现了几个字：苏以愿和他那纯的不能自理的外室。全文完。